我与宁王成婚当晚，他逼我立誓，3年后必须同他和离。宁王其人，性情莫测，阴郁沉冷，我不敢多言，连忙应下。后来他成为储君，3年之期将满，我试探地问道：我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给我银子？他看我一眼，我又问：那铺子呢？或者宅子？他突然笑了：你有没有想过，不跟我和离？这样一来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他俯身凑近我，轻声又哄着：包括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，点赞订阅频道，用故事打发闲暇时光。我提出要去临安那天，谢慈舟才从宫里回来。他很忙，并不愿意听我将话说完。是以，我刚说了半句，他便冷了脸色，不耐道：这个时候你去临安做什么？好好在府里待着，别乱跑。我的话音顿住，看着他。我眼前的人是我的夫君，他在刑部任职以来，破获过无数错综复杂的案子，旁人畏他，却也敬他。他明察秋毫，从不错判。这样的他，却看不出他的王妃此刻有多么的担忧和惶然。我想起片刻前收到的那封信，心绪起伏片刻，又道：并非我无理取闹，而是我娘的身子又不大好了，我想去临安看看她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不远处又传来一道急促的声音：王爷，苏府那边来了人，说有事寻您。谢慈舟的眉头微敛，脸色变得凝重起来，看了我片刻，似乎是想说点什么，最终却只是一句：有什么等我回来再说。说完便骑着马离开了。他的背影决绝，红袍飞扬间，俊美洒脱，英气逼人，仿佛从不会为谁而停留。可我知道，苏丞相是他的恩师，苏家3姑娘是他的青梅竹马，他们素有瓜葛。而我虽跟他做了2年多的夫妻，却始终是个局外人，是注定被抛下的那个。从未有任何一刻，我如此清楚地意识到，我以为不通情爱的人间高岭，其实早早就为旁人甘心入了风月，只是我一直不愿承认而已。思及此，我没再看他，转头便自己悄悄备了一匹马，准备连夜离开。自嫁到宁王府以来，为讨谢慈舟的欢心，我一直谨慎守礼，从不敢行差踏错一步。而这次我有些累了，他不同意也罢，等回来我就主动提和离。出城的时候，本来一切都很顺利，可轮到我的时候，却突然来了一辆马车，是相府的。城门的官兵没敢多盘问，便准备给这辆马车放行。里头传来一道很轻柔的嗓音：多谢。这声音我听到过几次，是苏婉柔的。我侧目，这一瞬正好有风拂过来，吹动了车帘，于是我便看到谢慈舟就坐在里头，正闭眼假寐。哦，原来这就是他在忙的事。我有些庆幸自己没有听他的话，在王府等他。等一个根本不会回来的人，有什么意思呢？他竟像是突然察觉到了什么，在帘子落下的瞬间，睁开了眼睛。我没有功夫再管他，径直出了城门，将那辆马车甩到了身后。这个时候的我并不知道，我走后，谢慈舟便有些心神不宁，唤出了身边的暗卫：王爷，怎么了？明日一早，不，你现在立刻回一趟王府，看看王妃在做什么。我回到临安后，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江府。可与我想象中的不同，我娘并没有缠绵病榻，她看起来很康健，一把将我拉到怀里，又哭又笑地问：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提到那封信，我爹便在一旁笑道：给你寄信的时候确实不大好了，可半个月前从京城来了个郎中，医术极好，几副药吃完，你娘的身子便好了大半。瞧我都忘了给你报个喜讯。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下来。我就这样又在临安待了几日，第3日的时候，我开始收拾行囊。这一日，王府的人亲自来了江家，说谢慈舟回府后罚了我院子里的所有下人，还说谢慈舟原本还准备亲自来一趟，只是被事情绊住了脚，这才没能过来。我觉得有些惊奇，他过来为我吗？假的吧？现在这些人为了将差事办好，还真是什么鬼话都敢说。我走时，爹娘在门口送我，他们或许也察觉到了什么，
旁敲侧击地提起了前些日子才跟夫家和离的王家姐姐。就当下的世道来看，她是个弃妇，被夫家抛弃后又不被娘家接纳，现在独自一人在面馆给人帮厨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可我听说她从前其实也是城里很有名的闺秀，是临安琴艺最好的姑娘。我颔首叫他们放心，我都明白的。我的爹娘他们深知做皇家妇的不易，所以当初我与谢慈州成婚没多久，我爹便向皇帝请旨外放，来了临安。那时候几位王爷之间的争处之势已经很明显了，谢慈州便是在那一次的斗争中落了下风，惹恼了皇帝。天子一怒，很快便借题发挥，在酒后将我指给了他。我爹官居五品，在那之前为我相看的也都是些家世相当的郎君，乃至一朝风云变幻，我居然当上了宁王妃，这对谢慈州来说却是一桩耻辱。我的存在几乎断掉了他通过权势来拉拢姻亲的这条路。因此新婚当晚，他挑开我的盖头，便直言道：你立个誓吧，3年后自愿与我和离，在此期间我不会跟你圆房，你也不要对我动心。他的话语堪称直白。知道要嫁给他后，我便特意打听过这位宁王，知道他为人淡漠，杀伐决断。那样的场景下，他的脸色又冷得吓人，我没敢多说，便磕磕绊绊地立了誓。到了第2日，我便后悔了。我虽算不上高门贵女，却也自幼研习45经，是人人称道的江家娘子，凭什么他说要和离，我便一定要听他的？这桩婚事他不情愿，难道我就一定是欢欢喜喜嫁进来的吗？至于那个誓言是他逼我立的，并不是出自我的真心，况且大丈夫才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我不算。我生性好强，并不想只因为所谓的门第之见便被人瞧不起，然后心甘情愿的和离。所以我开始拼命学习怎样做一个称职又可人的王妃。我告诉自己，我不能怕他，我开始勤勤恳恳为他打理内宅，笼络人心，为他做贴身的衣物，洗手做羹汤，事事亲力亲为。时日一久，我开始喜欢上他。我足够貌美，足够有耐心，我想打动他，我要他后悔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并非所有的努力都会有好结果。就比如他其实早有门当户对的青梅，他不是真的冷心冷情，他其实也有温良的一面，会在那人面前笑，会耐心地陪他赏月，陪他过上元节。忘掉那日其实是我嫁给他以后过的第一个生辰，让我独自一人在府中宴客，被下人同情，被宾客嘲笑。我是他的不般配，是他锦绣前程里最为晦涩不堪的存在，所以从一开始他便不会为我考虑。3年以后，我与他和离，成为被皇家嫌弃的王妃，我要怎么活？他只是为自己想了一个暂时可以容忍的期限，3年，足够他隐忍谋划，未登高位，然后甩掉我。我回到京城那日，下了大雪，我牵着马，衣袍上堆满了雪，到宁王府门外时，却看到本该紧闭的大门竟然敞开着，有人直登而立，深深看我。他穿满花锦的朝服，通身气派，另一只手上拿着件厚厚的披风。血色与月色中，他看起来也不似以往一般不近人情，对着我道：过来。我没有动，也没有像以前一样对他笑。他微微拧眉，却没有责问我，而是像察觉到了我的不寻常一般，迟疑地开口道：怎么了？夫妻2载，他还是第一次这样关心我，可我的心头竟然涌不上半点欢喜了。我从他的身侧过，往我的院子走，他沉默地跟在我的身后，几次想将手上的披风披在我身上，却都被我拒绝了。走到我的院子外时，他终于忍耐不住，叫住了我：你站住！我顿步，回首看他。他问：你不告而别，不跟我解释一下吗？你可知我有多担心？我终于笑起来，话中带了少见的锋芒：解释什么？你跟苏婉柔孤男寡女，深夜出城，我问你要解释了吗？他的表情愣怔了片刻，抿了抿唇。我这么一说，他便明白，那一日我真的在城门口撞见了他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等待他呵斥我的不自量力。毕竟他以前一直是这样做的。若是我多问多做了什么，他就会沉眉训我，需要本王提醒你认清自己的地位吗？
他性情莫测，狂肆无忌，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奇怪，我也不会因此而失落和难过。当然，那是在知道他并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之前。忘记是什么时候了，我曾亲眼见到他珍视地捡起苏婉柔掉落在地上的帕子，可下一瞬，他启唇，却是在说我可以解释。他的嗓音沉沉，又带了点急不可耐的味道。我诧异片刻，摇头，不必了，跟我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现在把自己的地位认清楚了，这些不是我该听的。他的面色慢慢沉寂下来。我往院子的方向走，不知为何，突然想起他今夜难得的好脾性。若是往常，他一定早就恼了。他掌管刑部，面对犯人有千百种刑罚，在府中也一向说一不二，不论谁犯了错，都会受到该有的惩处。而这次，我身为王妃，却私自出京，他若想追责，我无法逃脱。他这是还没反应过来。想到这里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谢慈舟还没有走。他的面容隐在夜色中，让人瞧不真切。可此时此刻，瞧着这样的他，我竟然品出了点颓唐的意味。这样的认知让我有些兴奋。从前一直是我顺着他，这次我突然想看一看，他怒不可遏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喜怒哀乐，我在他身上空负了2年多的光阴，总得占一样吧。于是我忽然笑起来，同他对视，缓缓道：王爷，那日在府门口，你那样凶，我不过刚说了半句话，你便……他紧皱的眉头突然放松下来。那日的事我也可以解。我没留神他说了什么，欲言又止的抬眸，恰到好处的流了2滴泪。罢了，王爷，这些都是小事，唯有一事，我一直挂念至今，你可愿意成全我？先示弱，再提要求。若放在以前，我一定觉得自己是疯了，可今时今夜，他的退让让我的胆子莫名的肥了许多。常言道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愿意离开了，便也善上一回。谢慈舟毫不犹豫的点头。你说，这么干脆？雪慢慢的停了，徒留一地霜白。在他面前，我从未如此坦然和畅快过。我近乎带了几分恶劣的开口道：我要跟你圆房。我的话音落下，饶是冷静自持如谢慈舟，也不可避免地僵立在了原地。他的神情起先是错愕的，我始终含泪望着他，于是他的目光又变得游移而古怪。许久之后，才像是回过神来一般，手中的灯笼和披风猛然坠地，发出刺耳的响声。他一瞬不动地盯着我，眸子乌黑而阴沉。片刻后，才像是在确认一般，喉头滚动着，一字一顿道：你认真的？我的泪止住了，睫毛也忍不住一颤，看着面前肃然而立的男人，这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？他为爱守贞，听到我说这样的话，竟然没有大发雷霆，没有生气，更没有转身就走。我有些凌乱了，我觉得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。若是在以前听到他这样问我，我一定会欢喜地点头，然后说自己是认真的。可偏偏这一次我还真不是认真的。所以在他说完这句话后，我落荒而逃了，全然不管身后这人会是怎样的神情，又会怎样看我。我要开始为自己打算了。离开之前，爹娘给我的那一番隐晦的劝告，并非在唬我。身为皇家妇，若是和离，我的下场只会更惨。从前我喜欢谢慈舟，不肯应试，但凡他提起和离2个字，我便要委屈，然后反思自己。大概是1年半以前吧，他曾问过我：你可知道金科状元郎？此人生得还不错，家世清白，极有才华，若无意外，未来定会青云直上。等你我和离之后，若你有意，本王亲自为你保媒，让你嫁给他。当然，他说这话并不是真心的，他哪里会特意为我考量，促使他说出这样一番话的原因，不过是因我那时总是给他做新衣裳，惹了他的厌烦而已。那时的他看我的目光中有倦怠，有戏谑，却唯独没有怜惜，因为他知道我一定会惊慌失措，短时间不会再去烦他了，那才是他的目的。高高在上如宁王，惯爱以戏弄旁人为乐。可现在我真的想跟他好好聊一聊了。不可否认，有的人就是久屈心肠，哪怕是随口说出的笑言，都不失为一个很好的主意。
但现在再去找他之前，我有些踌躇。1夜的时间过去，他必然已经回过未来了。那么，若是见面，我们之间便有2笔账要算。我私自出城是其一，还有一件嘛，便是我昨夜竟然胆大包天，让他跟我圆房。然而，我想了1夜的说辞，终究没能用上。谢慈洲去南阳查案了，据说是连夜离开的，归期未定。我知道以后，还没来得及失落，便有另一桩事又找到了我。宫里来了人，说是丽妃的头疾又犯了，让我进宫一趟。可我知道，让我照顾是假，数落我才是真的。他会怨憎我家世不显，拖累了他的儿子，还会怪罪我嫁进王府以来，既没有生下一儿半女，也没有张罗着为谢慈洲纳妾添通房。总之，太多了。所以我没有进宫，我让人告诉那个来传话的内侍，我病了，病得起不来床。那内侍虽心中有疑，却没问什么，便离开了。毕竟我从前是那样的乖顺听话，让我何时去做什么，我从不说半个不字，没有人会觉得我是在装病，在骗人。我索性躺平，开始不管王府诸事。成堆的账本送过来，又被原样送走。除了我身边的人，所有人都以为我真的病了。我时刻注意着谢慈洲那边的消息，准备在他回来的前2日让自己好起来，然后同他将和离一事谈妥。此后，不管是丽妃还是苏家，都跟我没半点关系了。这么一病就是10多日，我将一切都想象得很美好，但我没有料到谢慈洲会突然回来。他回来的时候，我已经睡下了，面色红润，美梦正酣。他来得太急，我身边的人根本来不及向我通风报信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推开我的房门，然后用带着丝颤抖的声音，几近慌张地开口：“江明月，我听说你……”他的声音急促，被风裹挟着砸到我的耳畔。我睡眼惺忪地坐起来，与他四目相对，差点被吓得尖叫。月光透进来，照亮我绣着海棠花纹的中衣，还有他惹了一路风尘的袍脚。谢慈洲在看到我的那一瞬间，话音顿住，然后凝望着我，目光有那么点晦涩难言的意味。然后，他似乎松了一口气，紧接着耳根居然红了。不是，我这个装病被抓了个现行的人还没不好意思呢，他就先替我尴尬了。这实在不是谢慈洲的作风。许久后，他才像是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一般，把衣服穿好。我低头一看，这才发现自己的衣襟已经被睡得有些散乱了。我连忙将衣襟理好。谢慈洲看着我的动作，突然又道：“你没病。”他的语气非常笃定。我抵赖不了，更是怎么都没想明白，明明傍晚才收到消息，说那边的事情很棘手，这人暂时不会回来，怎么才短短几个时辰，他就出现在我面前了？我说是，我不再指望在他面前装什么温婉贤淑了。你母妃让我进宫，我不想去。你府中的事我也管得太久，不想管了。你我不算正经夫妻，我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吗？既没有真的做夫妻，那我凭什么替他操持府务，侍奉婆母？我的话音落下，谢慈洲的身影僵住，他望着我，长久而沉默。他的目光幽深，平稳的呼吸开始乱掉。就很忽然的一瞬间，我意识到了不对劲，连忙侧过了头，不敢再看他。在他看来，我这样的举动或许不是摊牌，更算不上挑衅。我在邀宠。很早之前，他就知道我喜欢他了。他走之前，我梨花带雨地祈求他，我说我想跟他圆房，但没有成。然后我开始装病，试图以此来让他联系，让他退一步，跟我做正经夫妻。想到这里，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后悔，真的很后悔。那么，此刻的谢慈洲定然又气又怒。他最讨厌旁人对他耍心眼，可当我鼓足勇气抬起眸，却撞进了一双笑眼中。他说：“没什么问题，这些事你若不乐意，那就不做。”我愣住，他还要再说些什么，外头却传来低低的敲门声：“王爷，时候不早了，还走吗？”谢慈洲的笑意微敛，沉了一口气，突然俯下身子，用力地抱了我一下：“等我回来。”我呆住。哦，
原来他真的没有忙完，这次匆匆回来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很奇怪，谢慈舟再次离开以后，居然开始给我写信。他那样忙，他野心勃勃，他大业未成，却要抽空问我爱吃什么点心，想不想看萤火虫。我还没有从他口中得到自己想要的，暂时还不能撕破脸。于是我也给他回信，他问什么我就答什么，我懒得应付，他乐此不疲。唯独有一回，我颇为心机的多了一句嘴。我跟他感叹，我说3年过得还挺快的，还有5个月就到了我们约定和离的日子了。我想这个他一定爱听，他爱听就高兴，等到回来我向他提要求时，应当能爽快许多。然而这一封信送出去，他竟很长时间都没再回我。我没有料到，这成了我们之间的最后一封信。是的，最后一封，因为他没能从南阳回来，他失踪了。谢慈舟是个那么锋芒毕露的人，这些年来有他在，他的兄弟很难冒头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他失踪的消息传回京城，形势瞬间就变了。落井下石者不在少数，其中蜀肃王一党的气焰最为嚣张。我开始进宫照看丽妃。人活在世上，若无端出了什么变故，最先感到痛心的人一定是他的母亲。丽妃从前总是坐天坐地，一会儿这疼，一会儿那难受，现在却哪都好起来了。她强撑着派人去南阳找谢慈舟，在皇帝面前哭诉谢慈舟这些年的不易。我则重新在世家妇人中间走动。谢慈舟的失踪一定不简单，这些人虽身处后宅，却不一定什么都不知道。一段时日过去，我跟丽妃竟然还生了那么点共患难的情谊，谁能想到呢？不过他还是会怨，说我若是有个谢慈舟的孩子就好了，还说这次谢慈舟若能好好活着回来，他一定要他那10来个妾，才不管我们夫妻愿不愿意。当然，他偶尔也会说些让我趁早离开的话。我花系年华，在宫里陪他耗着，没意义。更重要的是，下一任储君不会放过我们。我没有走，我想我就这么走了，算怎么一回事？我有时候从梦中惊醒，也会想，他若死了，我恐怕要为他守一辈子寡。他这个人太可恨，就算失踪，就算死，为何不等跟我和离以后？我真的不想做寡妇，我还等着向他讨富贵和周全，所以我动了亲自去一趟南阳的念头。然而到底未能成行，因为当晚肃王便发动了宫变，王府内外一片混乱，我只能放下才收拾好的行囊，站出去稳住人心。我告诉他们，若有人想离开，我不会阻拦。明灭的火光中，兵刃相碰的声音传到人心底，成王败寇不过如此。我心里陡然生出一抹悲凉来，谢慈舟还会不会回来？我若真死在这里，爹娘又该有多伤心。然而就在此刻，我的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道低哑的笑声。那你呢？想走吗？我转过身，看到有人穿着甲胄，手持利剑，脸上还有未干的血迹。我哑然地望着他。谢慈舟轻轻地笑了，张开双臂冲我道，来，让我看看你。谢慈舟是一路杀回来的，他年少成名，所图甚多，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问鼎地位。然而此刻，唯有此刻，他看着面前的姑娘，心底竟多了一种叫柔情的东西。没人知道，他被围堵在南阳，生死一线时，想的竟然不是他还没有实现此生夙愿，而是他还没有给他的王妃回信。他想告诉他，其实朝夕相处中，他早就后悔了，他不该逼他离世。他也喜欢他，他们两情相悦，若他能破了此局，一定要与他做真夫妻。谢慈舟的到来，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但他不能一直留在王府，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。他留了一队护卫在府中，我在房中等了一夜。天将亮时，一切才终于平息。谢慈舟胜了，但皇帝却因这一场变乱病重，卧床不起。昏迷前，只颁了一道圣旨，立谢慈舟为储君，代掌政事。成堆的奏折压下来，谢慈舟只能住在宫里。他身边的暗卫来见我，旁敲侧击地问我要不要进宫给他送些东西。我这才知道，这些日子
谢慈州与大臣们一到议事，有时忙到太晚，旁人都有家中夫人关怀送汤，只他没有。或许是有的，丽妃就在宫里，他又死里逃生回来，怎么可能不关心他？况且他如今已经是储君了，自然有数不清的姑娘愿意交付芳心，向他献殷勤。当然，我还是被说服了，不过不是真的想关心他，我只是觉得有的事真的不能再拖了。万一他再出了什么事，我岂不是又要担心自己会不会守寡？次日，我便亲自做了一道莲子羹入宫。我到的时候，谢慈州还没忙完，我只好在亭子里等他。可我刚等了没一会儿，门便被打开了，那些大臣也都从里头出来了。他们从亭前过，看不到坐在里头的我，我却能听到他们的说话声。殿下今日是怎么了？前几日哪次不是4时才放人，这回竟早了这么多。有人啧了一声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刚才像是有什么人来了，留内侍传话，殿下就有点心不在焉了，肯定是赶着见什么人啊。我的心微微一滞，这个人难道是我？等人快走完了，我才起身往那边走，却不料我刚准备进去，便有个人迎面走过来，差点与我撞上。我抬头看清眼前的人，他穿绯色的官袍，眉眼清正，一看便知是个谦谦君子，是个和谢慈州截然不同的人。这个人显然很聪明，瞬间便反应过来，对着我拱手：“娘娘。”我正要礼貌地笑一下，却有另一道声音传来，带了点不悦：“不是要给我送东西吗？还不快进来！”如今已经是4月了，春意正浓，雕栏画栋。我看向殿内的男人，他盯着我手中的食盒，眸中有喜色，但不多，因为他还有些嫉妒自己的王妃跟别人站在一起。我这才惊觉，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我面前自称本王了。殿门咣的一声关上，宫女内侍们全都退了出去。谢慈州看着我，有些不自然地问：“做了什么？”我问他：“我拿手的那几样都给你做过。那么，谢慈州，你猜一猜，这样的天气，你又辛苦多日，我会给你做什么？”谢慈州抿唇，突然不敢看我，因为我以前送的那些，他连看都不看，更别提尝了，哪里会知道都是些什么。很久后，他才哑声问道：“是燕窝？”我笑了，我根本不会做燕窝。他看着我的表情，顷刻间就知道自己答错了，换了话题：“这些日子，母妃时常念叨你，她说那些日子多亏你陪着。”我说：“应该的。”说完，又将食盒打开：“快趁热喝吧。”他接过去，一口一口地喝着，很慢，很仔细。我斟酌片刻，这才开口：“眼看着就要到我们约定的日子了。”他手中的汤匙一顿，抬眸看我：“是，但我自顾自接着道：“你之前提过，要为我跟那个什么状元郎保媒。”谢慈州不再喝汤了，他将碗放下，死死地盯着我，又看了眼紧闭的门扉：“什么意思？你们一场邂逅，一声娘娘。”谢慈州好像突然被什么东西劈头砸中，愣在那里，不再说话了。我一下子便明白过来，刚才那个人就是他之前提过的那个状元郎。当然，他那时是戏言，但我现在就是要厚脸皮，就是要当真。我说：“你还记得吧？这是你亲口说的。但我现在并不想要这个，我想要的比这个简单的多，对你来说应该是一桩好事。”谢慈州似乎松了口气，他慢条斯理地看我，问：“哦，说来听听。和离之后，你封我做县主。”他的眉微微蹙了蹙。我想得很明白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活得更好。有当朝储君的赐封，谁还敢记得我曾是他和离的妻子？见他没说什么，我得寸进尺，又试探地问道：“我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给我银子？”他看我一眼，有点咬牙切齿，却又强忍着挤出一声：“嗯。”我又问：“那铺子呢？或者宅子？”他突然笑了：“你有没有想过不跟我和离？这样一来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”我有些诧异：“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还没等我想明白，他忽然俯身凑近我，轻声又哄着：“包括我。”我的心弦微微一震。是，我又不是眼盲心瞎，看得出来他现在应该对我有点意思，可我从未想过，高傲如他，
竟然会主动低头跟我说这些。我猝不及防，他步步紧逼，如果不跟我和离，我还可以给你更多，母仪天下，3000宠爱。谢慈舟垂眸，长叹一声，荣华富贵，功名利禄，这曾经是他最想要的，现在也全都得到了，可不知为何，现在提起来却有些空洞乏力，仍觉不够。最后他盯着我，竟然像是在恳求，我喜欢你，明月。他这一生很少低声下气，哪怕是才发觉自己动心那会儿，脾气也是又臭又硬的，说过最婉转的一句话，也不过是等我回来再说，没半点人情味，然后把人吓跑了。我想谢慈舟这个人应该从未说过软话，就连向人表明心意都是硬邦邦的，可比起以前好像又不知好了多少。可他要是喜欢我，那苏婉柔呢？他捡他的帕子，陪他过上元节，跟他一起连夜出城，又算什么？我为此曾辗转难眠，流泪失落，到今日他一句喜欢，难道就能抵消了吗？这么想的，我也就这么问出口了。我的话音落下，谢慈舟竟然怔住，他哪里想得到这些东西？他有些笨嘴拙舌了，我对他根本没半点心思，你知道的，我那是一心争处，所作所为都无关情爱。他又提起那几次的原委，左不过是要去与丞相议事，又不好堂而皇之。那个帕子上面也是他的暗部借着苏家要传给他的话。他说完，我就相信他了。我之前喜欢他，所以难免偏颇，可如今冷眼旁观，经他这么讲明一切，才恍然，以他的性情，若是喜欢，定然早就闹得满城皆知了，绝不会仅仅只有这几件事。最后他又道，你若还是不信，我让他来同你说。我摇头看着他，谢慈舟，倘若我说是因为我不喜欢你了，才想跟你和离呢？他沉默着，面色苍白。我们就这样不欢而散。我回到王府，等我的和离书。我以为他那样目空一切的人，听了我那句话，一定不会再说任何喜欢我的话了。可我先等到了苏婉柔要定亲的消息。他们一家一路拥护谢慈舟上位，如今更是水涨船高，结亲的对象却只是个四品官。但我知道谢慈舟其实很器重他，将来一定会委以重任。别人不知道我要跟谢慈舟和离的事，还以为我的太子妃之位板上钉钉了。定亲宴上，我一出现，便一群人拥到我面前，奉承讨好，说的话全是我爱听的。宴至一半，苏婉柔却突然将我叫到了一旁。她难以启齿地问，我听说你以为太子喜欢我？我点头。谢慈舟还真巴巴的让人来给我解释了。他啧一声，小声道，怎么可能？他那样的活阎王，我靠近他我都害怕。你不知道，有次我爹让我掩护他出城，坐在一个马车里，我都打哆嗦。结果他倒好，一出城转头就骑马走了，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半句。这倒是我不知道的事。不过原来不止我一个人最开始那么怕他。我笑了下，我都知道了，谢谢你。他又说，我还以为他这辈子都不会喜欢哪个姑娘呢，江姐姐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说不出来，因为他曾经确实厌恶我。不过我之前很少跟这位苏三姑娘接触，倒不知道她是个话这么多的人。她问了我很多，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。果然温柔乡，英雄种。任他再坚硬的一副心肠，日子久了，谁能保证一碗汤，一件新衣，一句温言软语，他可以一直无动于衷？又过2日，我去见了丽妃，本是想顺道去探探谢慈舟的意思，却被丽妃拉住，又听他提起为谢慈舟纳妾一事。他从前一直都是不管不顾的说完，再敲打我一顿，让我主动去张罗。谁让谢慈舟为了避免麻烦，一早就将这事推到了我身上。他说他不乐意纳妾，就算纳也要经过我的同意。他的态度摆在那，我那时又喜欢他，自然也就顺着他的意思，装傻充愣，做那坏人了。可现在丽妃说完，像是有些怕我伤心，又补了一句，明月，这事你怎么看？我自然也想在离开之前做一桩好事。谢慈舟将来还要做皇帝，身边没女人怎么能行？于是我的态度热切起来，母妃可有中意的人选，我也好帮着好好挑挑。
丽妃早有准备，从一旁拿了堆画册出来，却不料看了没多久，她便头疼起来。没一会儿，便有个太医进来，几针下去，丽妃便好了许多。我看了眼那个太医，却发现似曾相识。这人，我之前回临安的时候好像见过，就是我爹口中的那个从京城来的郎中。等这个太医走后，我才装作无意地问道：“刚才那个太医之前似乎没见过。”那是磁州从药王谷请回来的高人，大概半年前吧。磁州将他接到京城，好吃好喝的住了好几日，然后便送走了，说是有什么人病重了。这不才回来，又看上太医院的药材了，这才愿意为本宫看看头疾。有风从殿外吹进来，我恍然抬头，原来是这样。某个人从来没跟我说过。丽妃捧着画像，又开始兴冲冲地跟我讨论起来。你看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呢？我突然有些兴致阑珊，只粗略地看了一眼，挺好的，看起来脾性不错，谢磁州应该会喜欢。好像也不会，让他喜欢一个人挺难的。我正想着，却有内室的通传声响起，是谢磁州来了。他的身影现在宫灯的交汇处，晦暗不明，身上的袍服却随着从殿外吹进来的风猎猎飞扬，不知道已经在那里站了多久。他莞尔一笑，冲我招手，目光危险，是怎样的美人？也让姑看看。我轻轻地往后退了一下，丽妃却大笑起来，将桌上的画卷全都收起来捧到怀里。哎呀，本宫又有点难受了，先去歇会儿。要不怎么说宫里的女人都会看眼色的很呢？我直起身子，看她慢吞吞道：“哦，我不是要走了吗？然后走之前就想着为你打算。”谢磁州冷笑一声，抬起我的脸来：“那你觉得我需要这样的打算？”就在这样的接触中，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手上的玉扳指，那是他惯常佩戴的。此时那坚硬冰冷的扳指正硌着我下颌处的肌肤，带给我一阵冰凉的触感。我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他又开了口，嗓音低沉：“江明月。”说话，他生起气来，又有点之前那个不近人情的凝王的影子了。我有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气氛一时间沉寂下来。他的神情突然哀伤起来，认真道：“我这些时日想了许多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这个人狂妄自大到有些愚蠢，所以之前才会那样对你。但我现在可以对你发誓，我以后只会有你一个人，绝无二心。当初我生死不明的时候，你明明可以走，却留下来了，现在你又在怕什么？”他大概很少这样向人袒露心扉，话语中带了点僵硬。是啊，我在怕什么？无非怕真心得不到回应。那些无望的日子里，让我都快要忘了，我曾那样自信地确认，我足够好，我可以做好任何事，包括让一个男人心动。而现在，我确实做到了，不是吗？他是我见过最俊美、最有权势的男人，而我曾那样坚定地觉得，我可以与他比肩。谢磁州开始不遗余力地讨好我。王府里的人是最先发现不对劲的，他们发现他们尊贵的储君开始变着法子的想要换住所，不是嫌弃这里的瓷器摆得不够好，就是说那里的瓦多了一片。说的最多的是他一个人住，他好害怕。时日长了，谁还看不出他是想搬到女主人的院子里？我不胜其烦，可又没办法。谁让我那日答应了他，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呢？果然，在皇宫里头，被宫殿里头四处闪着的金光一晃，人就容易迷失自己。富贵迷人眼啊！所以，在他又一次说害怕下雨把自己的院子吓塌了的时候，我淡定道：“也不用怕吧，过些日子就要迁到东宫了。”他扯了下唇角，有些难耐。哦，我又笑：“我跟你一起住，不用怕。”他没料到自己听到的竟然是这样一句，笑意从脸上漾开，一时间竟有点祸水的意思，像是刻意在诱惑谁。我不敢再看，转过身便匆匆走了。谢磁州一直站在原地，站了很久，久到有暗卫以为他出了什么事，现身问他：“殿下，您在看什么？”“看孤掌中浇花，心间明月。”全文完。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